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块烤制后会呈现出自来的裂纹，外面酥脆，里面有非常柔软的巧克力裂纹曲奇，夹着白色的裂纹，就跟魔鬼的脸一样，所以说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名字，叫魔鬼饼干。跟平时带膏的面糊一样细腻顺滑的曲奇面糊，通过豆酥的方法来给它整形烘烤，以达到内部特别柔软的目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做这块曲奇需要的材料有哪些。首先我们需要一点巧克力豆，巧克力的含量在 66% 以上，这样的话不会太甜。可可粉用来增加饼干的颜色跟香味，低筋面粉或者中筋面粉都可以。一些黄油，这里是无盐黄油。白砂糖，配方中的分量做出来的是正常的甜度。2个室温的鸡蛋，总重量大概在100克左右，上下10来克都没有问题的。加一点盐和泡打粉，泡打粉是产生曲奇裂纹的主要成分，所以不能省略。我们准备一锅大概60到70度左右的热水，开始融化巧克力跟黄油。融化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，50度到60度就可以了。为了加速它们的溶解，可以用刮刀反复的翻拌摁压。黄油也可以用沙拉油或者椰子油代替，做出来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搅拌到大致细腻顺滑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改成用手抽，继续开始搅拌。融化好的巧克力夹着黄油，它看上去是非常细腻顺滑，而且有光泽的。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加入细砂糖。细砂糖你可能会说，为什么不在前面加热的时候加呢？因为加上细砂糖可能会影响你判断这个面糊细腻的程度，所以说我们把巧克力完全融化之后，然后再加细砂糖。加完砂糖之后的巧克力面糊会变得有点沙沙的。我们移走热水，把全蛋打散，然后分3次加入到巧克力面糊当中。记得这里用的鸡蛋一定是室温的鸡蛋，如果是冷藏鸡蛋的话，温度过低会把巧克力立马又重新恢复到凝固的状态。这时候你只需要再去水浴加热就可以了。加完一次鸡蛋，搅拌到顺滑，继续加下一次。只要把整个面糊拌到细腻顺滑。做任何曲奇饼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入一样东西之后，一定要把它搅拌到非常细腻顺滑之后再加下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加入可可粉、盐、泡打粉，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塞入低筋面粉，中筋面粉也没有问题，低筋面粉可能做出来会更加松软一点。或者你可以把其中1/3的面粉换成杏仁粉，这样可以增加了坚果的香气，让整个曲奇饼干的口感更好吃。搅拌面粉的时候，我给大家插播一个我最近买的一把很好用的刮刀，很好玩。它可以前面有个小缺口，可以把这个袋抽上面夹杂的一些面糊给它一个一个给它这样刮下来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所以说大家平时逛街的时候看到这种抹刀，不妨买一个。加完面粉，最后一定要拌到非常细腻，看不到任何干粉，非常顺滑了才可以。因为这时候的曲奇面糊非常的软，所以说没法成型，我们必须要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去冷藏。一般冷藏4个小时左右，过夜就更加了。把它冷藏到用手去触摸，完全不会沾手，有点变硬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我们准备一点糖粉，用手挖出一点点面糊，大概在20到30克左右，用手搓成一个小球，放在糖粉里面裹上1圈糖粉。如果你要曲奇的裂纹更深更好看的话，可以多裹一点糖粉。
用66%以上的巧克力，含糖量不会很高，带一点点的苦味，所以说这样外面裹上一层糖粉，吃的时候完全不会感觉到特别甜。我一般喜欢把面糊都一个个给它搓成小球之后，再到糖粉里面去裹，这样的话手上不会弄得一会儿有粉，一会儿又有面糊。放在案板上的时候，记得要再一点糖粉再放在案板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面糊在室温下会融化，变得栽在桌子上。盆里的一点也不要浪费，用一个软的刮板给它刮起来，又可以做一个曲奇。这个配方做出来大概有16个左右，5公分大左右的曲奇。每个曲奇都裹好糖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入烘烤了。烘烤温度不要太高，因为如果烘烤温度太高的话，曲奇就达不到里面会酥来的感觉。受热之后，曲奇面糊会自然的摊开，所以说记得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间距一定要足够大。出炉之后的曲奇放在架子上晾凉，密封保存，在室温中10天、半个月都完全没有问题。拿上一口曲奇，咬上一口，外面酥脆，内部又特别的柔软，就跟巧克力蛋糕一样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曲奇，做法非常的简单。而且你可以把提前制作好的曲奇面糊放在速冻里面保存，哪天想要开 party 了，直接把它拿出来，稍微回复一下温度，直接把它搓成小球，蘸上糖粉烘烤即可。我是毛毛，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，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。